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花，它叫沙漠玫瑰。沙漠玫瑰它本身就是生活在沙漠里了，所以它就叫沙漠玫瑰，而且开的花又像一朵一朵的小玫瑰一样，非常漂亮，非常娇艳，所以得名沙漠玫瑰。沙漠玫瑰呢，它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像肚子一样胖胖的这个粗的茎秆，但是呢，大家注意一下，沙漠玫瑰它属于夹竹桃科的植物，它如果茎秆枝叶掰断之后，会流出那种白色的汁液。这种流出的白色的汁液其实是有毒的，如果不小心误食或者是弄到眼睛里，是会中毒的。所以大家在养沙漠玫瑰的过程当中呢，不要接触它叶片枝干流出来那种白色汁液。只是正常的养护，给它赏花是没有问题，这别吃它，别把它的汁液弄到眼睛里、嘴里就没问题了。沙漠玫瑰呢，它本身生活在沙漠地区，所以它非常非常喜欢温暖的环境。一般来说，如果温度在25度左右，最适宜它的生长。如果温度低于10度啊，记住，低于10度它就非常容易黄叶落叶，甚至冻伤了。0度以下，那基本是没活了。很多花友会在冬天的时候冻死一大批的沙漠玫瑰，所以冬天养沙漠玫瑰一定要把它放在10度以上的暖气房，这样沙漠玫瑰才有机会度过冬天。实在是家里没有暖气的南方的花友们，就建议冬天不要养沙漠玫瑰了，尽量在春夏秋时节养。沙漠玫瑰它非常非常喜光，只有光照充足的环境下，它才能正常生长、正常开花。如果是室外养的话，是最好的，室外放光照最好的地方。越热越晒，它开花越多。室内的话，尽量放在光照好的地方，保证它最起码有3小时以上的光照，这样它才能开花。好了，就算是夏天呀，太阳就特别大，晒把人都要烤焦那种程度，建议还是把沙漠玫瑰放在室外养，因为这是它最喜欢的环境，光照非常非常暴晒，它长得越好，然后开花越多。沙漠玫瑰它本身非常耐旱，所以我们没必要给它浇水太勤。看到这个土特别干的时候，我们再给它浇水。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敲敲盆壁，看这声音是非常非常沉闷的那种声音，说明它刚刚浇过水，水是湿，这个土壤是湿的。看一下，我其实是刚给它浇过水，所以吸完水的这个土是比较沉闷的。如果我们敲盆的时候是那种非常非常清脆的声音，就说明它的土已经干了，需要给它浇水。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看它肚子，捏它的小肚子。捏的时候可以，如果是这种捏的时候它很结实，那也绝对是不缺水的。如果捏起来有点发软或者发皱了，那需要给它浇水，那就是缺水状态。浇完水之后呢，大概过半天，它的小肚子就重新的鼓鼓胀胀起来，捏上去会恢复硬硬的。如果你浇水1天之后，这个小肚子还没有鼓起来，那就说明它的根系是有问题的，吸收不了你浇的这个水，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需要把它挖出来，给它看看有没有烂根了。如果有烂根呢，就需要给它重新的修剪根系了。建议呢，大家给沙漠玫瑰施肥的时候，首选这种缓施肥的颗粒，因为沙漠玫瑰算是一种非常不算特别喜肥的花，所以用这种缓施肥的颗粒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可以把它这样舀一小勺，然后撒到这个盆面儿。这种缓施肥颗粒，它的肥力不是那种强效的，
不是速效的，是非常缓慢的、温和的。即使它撒的有点多，它也不会烧根儿。撒完之后呢，我们在浇水的时候，看这个缓施肥的颗粒，它会随着时间很慢很慢的融化，随着水分渗透到这个土里，然后供给这个沙漠玫瑰的根系吸收。所以说如果是你想给沙漠玫瑰施肥，首选就是缓施肥的颗粒。如果你的沙漠玫瑰一直不开花怎么办？建议给它施一点点磷钾肥，比如说这种花多多2号，它是含磷钾肥比较多的。它的用法就非常简单了，就是一般兑1克勺，兑水2000倍。比如说我们这个矿泉水瓶是550毫升，就相当于550克。然后1克勺的话，兑的这个花多多的话，一般兑1/4勺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了。把这水倒进去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它会让它完全摇晃一下，完全的溶解在水里。我们会看到它的颜色有一点点浅蓝的感觉。完全溶解之后呢，就可以浇到这个沙漠玫瑰的盆土里。花多多2号它属于一种速效肥，所以大家在浇的时候一定要稀释的比例狠一些，最起码2000以上。如果是有经验的话，可以1500。喷叶的话，其实是1000到800这样的兑水的一个比例。花多多2号一般来说用1个周或是2个周用一次就可以了。这样呢，它补充的磷钾肥，加上光照使劲晒太阳，它就会开花。今天呢，我们来解决一个大家养沙漠玫瑰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黄叶子发软。其实有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好解决的，比如说它缺水了之后，它因为自身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一些黄叶。比如说一般来说是最底部的叶片开始发黄，它基本是因为缺水导致的新陈代谢。它会伴随着缺水时候，这个小肚子也会发软的。如果浇水之后，这种情况下，一般浇水之后半天或1天，它就会恢复，就不会发软了，也不会继续黄叶。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烂根了。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它的老叶、新叶基本都会有发黄的现象。这个肚子软的也特别厉害。你就算浇水，过个1、2天之后，它盆里是湿的，就说明它是没有能力去吸收这里的水分，它的根系肯定是烂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要马上挖出来。还有呢，就是说换盆的时候，这棵其实就是我刚给它换盆，它有些不适应环境，所以它就会出现偶尔的黄叶。这种情况不需要特别担心，就慢慢的它有一部分叶片掉了之后，新叶片长出来，它逐渐适应了这个环境，黄叶现象就会缓解了。比如说大家刚从这个花市买回来的这个沙漠玫瑰，也会有偶尔的黄叶现象，这其实是正常的，因为花市的环境它湿度很高，到家里的环境它湿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它会有一点点不适应环境。就像我们所说的水土不服，有几片落叶黄叶也是正常的，不用过于担心。等适应了家里的环境，就会慢慢好了。这盆是我刚买回来的沙漠玫瑰，大家看它的盆其实就是一次性的营养钵。我们需要给它种到这种花盆里。栽种的时候建议选择这种瓦盆，因为沙漠玫瑰呢不耐水涝，就如果是选花盆的话，选这种瓦盆，它透气性好，
不容易烂根，而且这个底部一定要有这种透水孔啊。好，我们先把沙漠玫瑰它下边的这个外面这一层营养波给打开，把它一个手扶住主干，一个手打开这营养波。大家看它的土是非常非常松的，其实有一点点像这个多肉的这种颗粒性的配土，因为呢它本身是非常非常耐旱的，这个里边储存的基本都是水。我们来看它的根系是比较好的啊，而且这个土质是比较松散的。我们稍微把它底部的这个根系稍微捏一下，让它底部能有一些根系出来，这样才能容易和新的土壤相融合。好，不要动太多，当然也不要动太多它的根系，这样就差不多了。之所以用多肉土，因为它的对土壤的疏松性是要求非常高的，所以我直接给它用了多肉的配土，是非常适合它的。如果家里有陶粒的，先可以在底部垫一层陶粒，先给它底部倒一层土壤，然后呢，我们再把沙漠玫瑰的根系，记住一定不要把它的土都给它扒下来，因为留住一些护心土会更有利于它的生长，还有缓苗。好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腐烂或干枯的根系。如果有腐烂干枯的根系啊，大家还是要把它的根系给剪一剪。我们现在呢，把沙漠玫瑰放到盆里，然后再继续往里填土，颠一点，让土更加实。如果家里没有这种多肉的土啊，大家也可以用沙土，比如说用河沙掺一些泥炭土，然后再掺一些煤渣。好了，填满了。其实没必要把它完全满满当当的都把这个土填到盆沿儿，因为留一点点空隙呢，你浇水的时候它不会把土溢出来。然后我们最后一步就是给它浇水了。这一次浇水一定要浇透水，浇到这个土全都湿了为止。这样呢，只有浇湿了之后，这新的根系还有这个新的土壤，它们才能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过段时间呢，才能长出那种新的根系。然后在这一缓苗的过程当中呢，沙漠玫瑰有一定的黄叶、落叶，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有些还有点发软，这个就有点发皱发软了。你看，捏的时候有一点软软的。这都是缓苗期的一个正常现象，大家不用过于担心。浇完水之后呢，就把它放在家里散光的地方，基本是1-2个周就能恢复它原本的长势。